隔壁鄰居搬來後，直接把空調外機裝在了我家臥室窗對面，熱風全灌進我家臥室，噪音吵得我整夜睡不着，牆面都被吹得發燙。我好言請他們調個方向，結果對方不僅不聽，還罵我事多矯情。找物業社區反映無果後，鄰居甚至還越來越囂張，故意把空調溫度調得更低，熱風更猛。我忍無可忍，當天就下單了一個專門的神器，對準了鄰居的空調外機。開啊，不是愛開嗎？我陪你。我住302，他們住301，兩家臥室就隔了一道窄窄的外牆，窗戶對着窗戶，本來距離就近，平時說話聲音大了都能聽見。當時我放下包，剛走進臥室，就看見對面301的窗戶外面，兩個工人正蹲在那裡装空調外機。我湊過去一看，心裡瞬間就咯噔一下。那空調外機的位置剛好對着我家臥室的窗戶，風口直直的对着我這邊，連一點偏移都沒有。我當時就急了，這要是裝好了，夏天他們一開空調，熱風不就全吹我家來了？而且那外機的噪音肯定也小不了，夜裡根本沒法睡覺。我趕緊下樓，找到正在指揮工人的男主人，臉上帶着笑容，好好跟他說這事。兄弟，你家這空調外機能不能調個方向？對着我家窗戶太近了，以後開空調，熱風吵得我們沒法休息。他斜着眼睛翻了個白眼，那眼神一看就是不耐煩，語氣也特別衝。我裝我家的空調，關你屁事！我樂意裝哪就装哪，先朝你搬走啊！我看着眼前众人，驚訝地站在原地，真是見到了物種的多樣性了。普天之下竟有如此不要臉之人，這本來能好好商量的事，他怎麼就這麼橫？我耐着性子又跟他解釋，不是我事多，是這外機確實對着我家窗戶距離太近了，影響真的很大，就算調個小角度，不直吹就行。結果他更不耐煩了，直接揮手讓工人繼續裝，還回頭瞪着我，沒事找事，瞎矯情什麼呢？少來耽誤我時間。工人也不敢停，3下5除2就把外機固定好了，通電試了一下，那熱風瞬間就吹了過來。我站在我家窗戶邊，都能感覺到一股熱浪，還有嗡嗡的噪音。我看着他那囂張的樣子，心裡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但又不想剛見面就吵架，只能咬着牙忍了下來。我跟他說，這事兒咱們沒完，你要是不調整，我就找物業來評理。他嗤笑一聲，滿不在乎地說，你儘管找去吧，就算你找遍整個小區，我也不會動一下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去告我啊！說完，他轉身就進了屋，一下子就把門狠狠甩上，把我晾在了外面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對面那台對着我家窗戶的空調外機，心裡暗暗發誓，他既然不講理，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沒去上班，先去了小區物業辦公室，畢竟這是小區裡的事，他們有責任管，物業能出面調解一下最好。接待我的是物業的一個年輕姑娘，聽我說完事情的經過，她皺着眉頭，這事兒我做不了主，得找我們經理。我等了大概10幾分鐘，物業經理才慢悠悠地過來，聽我把情況說清楚，又看了我手機裡拍的照片，臉上露出了為難的神色，喝了口水，慢慢說道：這事兒不好辦，畢竟301的業主是在自己家外牆裝空調，沒有佔用公共區域，並不算違規。我當時就急了，不算違規？那他對着我家窗戶吹，影響我的正常生活，這就不管了嗎？經理擺了擺手，讓我別激動，說他會上門去跟301的業主溝通一下，盡量讓對方調整一下外機的方向。經理帶着我和一個工作人員就去了301，他說這事情雙方坐在一起，把話說開了就好了。門開了，還是昨天那個男主人。看到物業經理，他臉上的囂張勁收斂了一點，但還是沒什麼好臉色。經理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說了一遍，勸他把外機調個方向，鄰里之間互相體諒一下。可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。接下來說出的話更是讓我大吃一驚。他就是事兒多，故意找我麻煩。我在自己家牆上裝我自己的東西犯法了嗎？我就不調，我裝我家的東西又没礙着誰，他嫌吵是他的事兒，跟我沒關係。你看，他不愿意配合，我們也沒辙，畢竟我們沒有執法權，不能強制他調整。那你們就不管了嗎？任由他這樣影響我？我也沒辦法，你要麼自己商量，要麼找社區，我們只能做到這一步了。物業就是個擺設，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。既然物業不管，那我就找社區，我就不信沒人能管得了這個蠻橫霸道的鄰居。當時社區裡有幾個工作人員在值班，我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跟他們說了一遍，還拿出了手機裡的照片。這種事確實很常見，鄰里之間難免會有摩擦，我會跟你一起去上門調解，盡量化解矛盾。我當時心裡還挺期待，覺得終於有人能真心幫我解決問題了。我們一起回到小區，來到301門口，阿姨敲了敲門，裡面過了好一會兒才有人開門。這次開門的是女主人，看起來比男主人稍微好說話一點。鄰里之間互相體諒一下，你家把空調外機調個方向，別影響到鄰居的正常生活。女主人聽了，臉上露出了不耐煩的神色。調整一下用不了多少錢，主要是別直吹我家窗戶，不然夏天真的沒法過。結果女主人一下子就炸了。你是不是閒得沒事兒幹？
就盯着我們家不放，故意找茬，想訛我們錢啊！我當時就懵了，我怎麼就訛他們錢了？我只是想讓他們調整一下空調方向，怎麼就成找茬了？阿姨趕緊拉住我們，勸我們別吵架，有話好好說。鄰里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，沒必要把關係鬧得這麼僵。女主人不耐煩地大聲喊道：“我們就不調，有本事你就去告我們，就算告到法院我們也不怕，反正我們沒違規。”就在這時候，男主人回來了，看到我們在門口吵架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對着我吼：“你是不是又來鬧事？再敢來煩我們，就對你不客气了！”他的聲音很大，驚動了周圍的鄰居，好多人都探出頭來看熱鬧，對着我們指指點點。我覺得特別委屈，明明是他們的錯，怎麼到最後我倒成了鬧事的人？實在對不起，他們不願意配合，我也沒辦法，要麼就相關部門投訴，比如城管或者市场监管局。我无奈地點了點頭，心裡已經涼透了。社區也管不了，物業也不管，看來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我轉身回了家，剛走進臥室，就發現對面301的空調開着，熱風正對着我家窗戶吹，噪音也比昨天更大了。顯然他們是故意的，就是想報復我找了物業和社區。我看着那股撲面而來的熱風，聽着那刺耳的噪音，心裡的火再也壓不住了，忍無可忍，無需再忍。他既然敢故意針對我，那我就只能反擊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囂張到什麼時候。我那天晚上我一夜沒睡好，对面的空調開了一整夜，熱風灌進臥室，屋裡像個蒸籠一樣，嗡嗡的噪音吵得我腦袋疼。第二天一早我就上網查資料，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，既能反擊鄰居又不違法，畢竟我不想因為這點事把自己搭進去。看了半天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好辦法，裝反光板。說白了就是在我家窗戶外面裝一塊反光隔熱板，而且反光板還能擋住一部分噪音，一舉兩得。他的空調熱風對着我吹，我就用反光板把熱風全反射回去，讓他自己也嘗嘗被熱風烤着的滋味。趕緊在網上訂了一塊尺寸合適的反光板，還有安裝工具。商家說當天就能發貨，2天就能到。在等反光板的這2天，鄰居更是變本加厲，白天空調開着，晚上也開着，有時候還故意把空調溫度調得很低，讓熱風更猛。顯然他們就是想逼我妥協。有一次我下班回家，剛好碰到男主人在樓下抽煙，他看到我還故意朝我吐了一口煙，一臉挑釁地說：“怎麼還沒鬧夠？要不要再去物業或者社區告我啊？”我沒理他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心裡想着等我的反光板到了，看你還能囂張多久。他見我不理他，還不依不饒，在我身後罵罵咧咧：“就欺負你這個軟柿子，敢把我怎麼樣嗎？”徑直回了家。我知道現在說再多都沒用，只有實際行動才能讓他閉嘴。第3天下午，我買的神器終於到了，這次我倒要看看他還能不能笑得出口。反光板終於到了，我趕緊聯繫安裝師傅上門安裝。師傅剛在窗邊固定好支架，準備掛板，301的男主人就回來了。他遠遠瞥了一眼我家窗外的板子，先是慢悠悠走過來，一臉漫不經心，只當是普通遮陽板，壓根沒放在心上，甚至還抱着胳膊站在一旁看熱鬧。等看清師傅在裝的是反光隔熱板，他頓時嗤笑一聲，滿臉不屑與嘲諷，語氣輕慢地開口：“就裝這破板子，想跟我家空調對着幹，純屬白費功夫。我看你能折騰出什麼名堂？”他篤定這東西起不了作用，依舊一副吃定我的囂張模樣，覺得我無非是小打小鬧，根本奈何不了他。師傅沒理會他，抬手調整反光板的角度，正對着他家空調外機的方向固定。鄰居原本戲謔的眼神跟着板材的角度慢慢移過去，臉上的嗤笑一點點僵住，眉頭微微皺起，似乎察覺到了不對勁。他盯着反光板看了幾秒，又轉頭看向自家窗外呼呼吹熱風的空調，臉色慢慢沉了下來，剛才的輕慢全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絲凝重。他終於反應過來，這板子的用處不是遮陽，是把空調熱風全反射回他家。安裝師傅順勢擰緊螺絲，板材穩穩固定住。鄰居徹底急了，上前一步想要伸手攔着，語氣也從剛才的嘲諷變成了慌亂的呵斥：“等會兒，你這板子角度不對，趕緊挪開！”我上前一步擋在師傅身前，平靜開口：“我在自家窗外裝隔熱板，角度怎麼調是我的事，合法合規，不礙着任何人。你那空調熱風整夜往我家灌，吵得人沒法睡。現在我把熱風擋回去，再合理不過。”他被懟得啞口無言，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剛才的淡定囂張全沒了，瞬間變得氣急敗壞，指着反光板吼道：“你這是故意針對我，不准裝，馬上給我拆了！”說着就要伸手去扯板材，師傅連忙往後退了一步。我冷冷看向他：“我沒違規沒犯法，你敢砸我的東西，咱們直接去物業報警說清楚，看是誰理虧。”他抬起的手頓在半空，心裡清楚我占理，真鬧大了他討不到好，只能悻悻收回手，在一旁氣急敗壞的罵罵咧咧，卻再也不敢上前阻攔。沒一會兒，反光板就徹底安裝妥當，角度精準對準他家空調外機。我站在窗邊看着對面的空調外機，嘴角微微上揚。從今往後，他吹給我的熱風，我會原封不動地還回去。反光板裝好的第2天，對面鄰居家就徹底亂了套。一大早，我就被對面傳來的爭吵聲吵醒，趴在窗戶邊一看，男主人正對着空調外機罵罵咧咧。
手忙腳亂的想把外機往旁邊挪，可空調管線固定死了，怎麼挪都紋絲不動。女主人站在一旁，臉色憔悴，眼底帶着明顯的黑眼圈，一邊拉着男主人的胳膊，一邊低聲勸說，語氣裡滿是無奈。自從反光板裝好，鄰居家就徹底陷入了熱風閉環，只要他們一開空調，外機排出的熱風就會被反光板精準反射，順着他們家的落地窗直接吹進屋裡，比沒開空調時還要悶熱。正午時分，陽光暴曬下，反光板還會把陽光反射進他們家。客廳裡亮得刺眼，根本沒法待，只能拉上厚厚的窗簾。可這樣一來，屋裡更悶了。空調開得越大，熱風反吹得越厲害，電費蹭蹭往上漲，卻一點都不涼快。頭2天，男主人還嘴硬，故意把空調開到最大，試圖用熱風對抗反光板。可沒過多久就扛不住了。我親眼看到他中午的時候，光着膀子坐在陽台，一邊擦汗一邊罵，額頭上的汗水順着臉頰往下淌，後背的衣服都濕透了，粘在身上狼狽不堪。而女主人則整天愁眉苦臉，原本乾淨整潔的陽台，此刻堆着各種試圖遮擋反光的東西，舊床單、紙板，甚至還有一塊破舊的遮陽布。可這些東西要麼被風吹掉，要麼根本擋不住反光和熱風，反而顯得更加凌亂。真正讓女主人崩溃的是孩子的哭鬧。他們家有個4、5歲的小男孩，最怕熱。自從屋裡變得悶熱刺眼，孩子就整天哭鬧不止，晚上睡不着覺，白天也沒精神，吃飯都沒胃口。有天傍晚，我剛好看到女主人抱着孩子站在陽台，孩子趴在她懷裡哭，她自己也忍不住抹眼淚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聲音帶着哽咽。我隱約能聽到她的哭訴，語氣裡滿是後悔。都怪你，當初我就跟你說，別把空調外機對着人家窗戶裝，你非不聽，說什麼我家的空調想裝哪兒就裝哪兒。現在好了，人家裝個反光板，咱們家沒法過了，孩子都被熱得哭，這日子怎麼過呀？他說着，眼淚掉得更兇了，雙手緊緊抱着孩子，眼神裡滿是自責和無助。那種後悔不是裝出來的，是真的被眼下的困境磨透了，恨自己当初没有堅決阻止男主人的任性。男主人被他罵得臉色鐵青，卻一句話也反駁不出來，只能蹲在陽台角落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煙，煙蒂扔得滿地都是。他的臉上沒有絲毫後悔，只有被羞辱後的憤怒和不甘。他抬頭看向我家的窗戶，眼神裡滿是怨毒，死死地盯着那塊反光板，仿佛要把它盯出一個洞來。我知道他心裡的火氣沒消，反而越積越旺，他絕不會就這麼算了。果然，當天晚上我就看到男主人趁着天黑偷偷跑到樓下，他繞到我家陽台下方，鬼鬼祟祟地打量着反光板，伸手想往上夠，大概是想把反光板掰歪或者弄壞。可反光板裝得很高，他踮着腳也夠不到，折騰了10幾分鐘，只能不甘心地罵了一句，悻悻地回了家。我知道這只是第一次反擊，他肯定不會善罷甘休，接下來還有更麻煩的事在等着我。但我不怕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之後2天，鄰居居然沒什麼動靜了，空調也開得少了，偶爾開一次，也是小心翼翼的，不敢把風口對着我家這邊。我心裡還挺高興，以為他終於妥協了，沒想到我還是太天真了，他根本就不是妥協，而是在憋壞招。那天早上，我正在家裡做飯，突然聽到窗外傳來一聲巨響，像是有什麼東西砸在了反光板上。我趕緊跑到臥室窗邊，一看發現反光板上有一個啤酒瓶的碎片，而301的窗戶剛好開着一條縫。我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是他們幹的。我當時就火了，他們居然敢故意砸我的反光板，這也太過分了。我趕緊下樓，跑到301門口，用力敲門。裡面過了好一會兒，男主人才開門，臉上還帶着一絲得意的神色，顯然他就是故意的。我指着他，問他是不是故意砸我的反光板，他卻裝作一臉無辜的樣子。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哪個小孩不小心扔的，跟我沒關係。說白了，他就是在耍無賴。這附近根本就沒有小孩，就算有小孩，也不可能剛好把啤酒瓶扔到我的反光板上，而且還是在他們家窗戶下面。我生氣地指着他說：“你別跟我裝無辜，我都看見了，就是你幹的，你趕緊給我道歉，並且賠償我的損失，不然我就報警。”你有證據嗎？有本事你就報警，就算警察來了，你沒有證據，也不能把我怎麼樣。我就砸了，怎麼着？有本事你也砸我的空調啊！看誰损失大。他的話徹底把我惹毛了，我直接拿出手機說我現在就報警，讓警察來评评理。就算没有直接證據，周圍的監控也能拍到。他別想抵賴。他看到我真的要報警，臉色一下子就變了，語氣也軟了下來，但還是不願意道歉，只是說：“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下次不會了。反光板要是壞了，我給你修。”我看着他那服軟又不認錯的樣子，心裡雖然生氣，但也知道，就算報警沒有直接證據，也只能批評教育他一頓，解決不了根本問題。我看着他認真地說：“這是最後一次，要是再讓我發現你故意砸我的反光板，或者搞其他小動作，
我绝对不會放過你，到時候別怪我不客氣。他點了點頭，趕緊關上了門，生怕我再糾纏下去。我回到家檢查了一下反光板，幸好只是被砸出了一個小坑，不影響使用。要是真的被砸壞了，我肯定不會就這麼算了。我坐在沙發上，心裡想着這個鄰居也太無賴了。看來這場較量還遠遠沒有結束。他既然敢耍無賴，故意找茬，那我就只能陪他玩到底。我倒要看看他還有什麼壞招能使出來。我隱隱覺得他不會就這麼算了，接下來他肯定還會想出其他辦法來報復我。我必須做好準備迎接他的下一輪挑釁。自從上次砸反光板的事之後，鄰居倒是安分了幾天，沒有再搞什麼小動作，空調也很少開，就算開也會把風口調開，不再對着我家窗戶吹。我以為他終於認清現實，不敢再招惹我了，沒想到他只是換了一種方式來報復我，而且這個花招比砸反光板更讓人惡心。那天下午我正在家裡加班，突然電腦一下子就斷網了，不管我怎麼重啟路由器都沒用，手機也連不上家裡的 WiFi， 只能用流量。我以為是網絡公司出了問題，就給網絡公司打了電話，讓他們過來檢查一下。網絡公司的師傅很快就來了，他檢查了一下路由器和網線，說路由器沒問題，網線也沒問題，可能是外面的線路出了問題。師傅爬到樓外面檢查了一下外牆的網線，結果發現我家的網線被人故意剪斷了，而且剪斷的地方就在301空調外機的旁邊，一看就是人為的。我當時就明白了，肯定是301的鄰居幹的，他找不到其他辦法報復我，就想出了斷我家網線這種下三濫的招數。師傅幫我把網線接好了，還跟我說最好在網線外面套一層保護套，不然很容易再被人剪斷。我點了點頭，謝過師傅，心裡的火一下子就上來了。這個鄰居也太過分了，居然用這種小人的手段。我拿着接好的網線，直接跑到301門口，用力敲門。這次開門的是女主人，看到我，她臉上露出了一絲慌亂的神色，顯然她知道是怎麼回事。我問她是不是他們剪斷了我家的網線，說他們也太過分了，問他們用這種下三濫的招數有意思嗎？她裝作一臉無辜的樣子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們怎麼會剪斷你家的網線？肯定是別人幹的，你別冤枉我們。就在這時候，男主人從屋裡走了出來，一臉得意地看着我，直接承認了。誰讓你裝反光板整我們？這就是給你的教訓，再敢裝反光板，我們就再斷你的網線。我看着他那囂张的樣子，心裡非但不慌，甚至還有點想笑。你以為斷我的網線就能逼我拆掉反光板嗎？你太天真了。網線我可以再接，就算你天天斷，我也能天天接，但是反光板我是絕對不會拆掉的。你有本事就繼續斷我的網線，我奉陪到底。他沒想到我這麼強硬，臉色一下子就變了，指着我半天說不出話來。我沒管他，轉身回了家。我知道跟這種無賴沒什麼好說的，他越是威脅我，我就越不能妥協。回到家之後，我趕緊按照師傅說的，給網線套上了一層保護套，還在網線旁邊裝了一個監控，對着301的方向，就是為了防止他再偷偷剪斷我的網線。我看着監控畫面，心裡暗暗發誓，只要他再敢動我的網線或者搞其他小動作，我就直接報警，把監控錄像交給警察，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。我知道接下來的日子肯定不會太平，但我已經做好了準備，不管他耍什麼花招，我都能一一化解。這場仗我必須贏。裝了監控之後，我心裡踏實了很多，不管鄰居再搞什麼小動作，都能被監控拍下来，到時候我就有證據了，就算報警也能讓他無話可說。剛開始的幾天，鄰居倒是沒什麼動靜，既沒有砸我的反光板，也沒有斷我的網線，甚至連空調都很少開。我還以為他真的放棄了，不敢再招惹我了，可我沒想到他只是在等一個機會，等我放鬆警惕的時候再搞小動作。那天晚上我睡得比較早，大概凌晨1點多的時候，我被手機的提示音吵醒了，是監控的報警提示，說有異常動靜。我趕緊拿起手機，打開監控畫面，一看果然301的男主人正蹲在我家網線旁邊，手裡拿着一把剪刀，準備剪斷我的網線。他以為半夜沒人就能偷偷摸摸地搞小動作，卻沒想到我裝了監控，把他的一舉一動都拍了下來。我當時就火了，這個無賴居然還不死心，居然半夜偷偷來斷我的網線，看來不給他一點教訓，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。我趕緊穿上衣服，拿起手機，打開監控錄像，直接跑到301門口，用力敲門，聲音很大，就是為了把他吵醒，也讓周圍的鄰居都聽到。過了好一會兒，301的燈才亮了，男主人打開門，臉上還帶着睡意，看到我，他臉上露出了一絲慌亂的神色，趕緊把手裡的剪刀藏到了身後。我看着他冷冷地說：你剛才在幹什麼？別以為半夜沒人就能偷偷斷我的網線，我都拍下來了，你還有什麼話好說？他裝作一臉無辜的樣子，我沒幹什麼，我就是起來上個廁所，聽到外面有動靜就出來看看，你是不是看錯了？我沒跟他廢話，直接把手機裡的監控錄像拿給他看。畫面裡他蹲在網線旁邊，手裡拿着剪刀，準備剪斷網線的樣子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無可抵賴。看到監控錄像，他再也裝不下去了，
低着頭，語氣一下子就軟了下來。我就是一時糊涂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別報警，我給你道歉，行不行？周圍的鄰居也被我們的動靜吵醒了，紛紛探出頭來看熱鬧，對着他指指點點，說他太過分了。鄰里之間怎麼能這麼做？他被說得滿臉通紅，頭埋得更低了，不停地跟我道歉，求我原諒他這一次。我看着他那狼狽的樣子，心裡雖然生氣，但也知道，要是真的報警，他最多也就是被批評教育一頓，罰款一點錢，解決不了根本問題，反而會讓他更加記恨我，以後再搞更過分的小動作。我跟他說，這是最後一次，要是再讓我發現他搞小動作，不管是斷網線還是砸反光板，我絕對不會放過他，直接報警。我會把監控錄像交給警察，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，到時候他可別後悔。他趕緊點頭跟我保證，我知道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以後我再也不招惹你了，空調也不會對着你家吹了。我看着他冷冷地說了一句，最好是這樣，然後轉身回了家。回到家之後，我再一次檢查了網線，幸好發現的及時，沒有被剪斷，監控也拍得清清楚楚，這就是證據。以後他再敢耍無賴，我就有辦法治他了。我以為經過這件事，他終於會安分下來，不再招惹我了。可我沒想到，這只是他的緩兵之計。他很快就想出了更過分的招數。自從半夜被我抓包之後，鄰居安分了大概1個星期。這1個星期裡，他們家的空調幾乎沒開過，也沒有再搞什麼小動作。我還以為他真的徹底妥協了，可我萬萬沒想到，他居然玩起了惡人先告狀的把戲，反過來咬我一口，說我裝反光板影響他們家的生活，還去物業和社區投訴我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家裡看書，突然接到了物業經理的電話，讓我去一趟物業辦公室，說有事情找我。我心裡很納悶，不知道物業找我有什麼事，難道是鄰居又去投訴我了？我趕緊趕到物業辦公室，一進門就看到301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正坐在那裡跟物業經理哭訴，說我裝的反光板影響他們家的生活。男主人看到我，立刻站了起來，指着我跟物業經理說，就是他裝了一塊反光板，天天反射陽光，照得我們家屋裡沒法看書，沒法休息，而且反光板還會反射噪音，吵得我們受不了。女主人也在一旁附和，說我太過分了，故意裝反光板整他们，還說他們只是裝了個空調，我就這麼針對他們，太不講理了。我看着他們那顛倒黑白的樣子，心裡氣得不行。明明是他們先裝空調直吹我家窗戶，影響我的生活，我才裝反光板反擊，現在他們居然反過來告狀，說我影響他們的生活，這也太無恥了。物業經理看着我，一臉為難地說，301的業主投訴我，說我的反光板影響他們的生活，看我能不能把反光板調整一下，或者拆掉。我跟物業經理說，經理，你別聽他們胡說，是他們先裝空調，直吹我家窗戶，影響我的正常生活，我找他們商量，他們不配合，找你們和社區調解，也沒人管，我才裝反光板反擊的。我還把手機裡的照片、視頻，還有監控錄像拿給物業經理看，證明是他們先挑釁我的，我裝反光板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。明明是你裝反光板整我們，還敢倒打一耙，我們就沒見過你這麼不講理的人。男主人見我拿出了證據，臉色一下子就變了，但還是不死心，繼續跟物業經理哭訴，說我是故意的，就是想報復他們，還說反光板確實影響他們的生活。物業經理看了我手裡的證據，又看了看他們，心裡也明白了大概，知道是301的業主先不講理，我才反擊的。經理跟我說，我知道你也是被逼無奈，但是反光板確實會反射陽光，可能會影響到301的業主，你看能不能把反光板的角度調整一下，盡量不要反射到他們家屋裡。我想了想，覺得經理說的也有道理，只要不影響我的反擊效果，調整一下角度也可以，畢竟我也不想把事情鬧得太大。只要他們不再招惹我，我也不想針對他們。我跟經理說沒問題，我可以調整一下反光板的角度，但是我有一個條件，他們必須保證以後不再裝空調直吹我家窗戶，不再搞小動作，不再斷我的網線，不然我就把反光板調回來，而且還要繼續投訴他們。男主人和女主人雖然不願意，但也沒有辦法，只能點了點頭答應了我的條件。我以為這樣一來，事情就能徹底解決了，可我沒想到他們根本就沒有打算遵守承諾，只是表面上答應，背地裡還在繼續搞小動作，而且這一次他們的手段比之前更加過分，居然直接影響到了我家人的生活，我徹底被激怒了。按照和物業還有鄰居的約定，我調整了反光板的角度，確保反光板只反射鄰居家的空調熱風，不反射陽光，不影響他們家的正常生活。鄰居也表面上遵守承諾，空調不再對着我家窗戶吹，也沒有再斷我的網線，沒有砸我的反光板，一切都顯得風平浪靜。我以為這場鄰里糾紛終於可以告一段落了，我也能安安穩穩地過日子了。可我沒想到，
這只是他們的偽裝。他們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。我媽來看我，住了幾天，本來一切都好好的，可就在我媽準備走的前一天，突然出现了頭暈、惡心的症狀。我趕緊把她送到了醫院。醫生檢查之後說我媽沒什麼大問題，就是吸入了一些刺激性的氣味，導致頭暈、惡心，休息幾天就好了。我心裡很納悶，我家一直很乾淨，也沒有什麼刺激性的氣味，怎麼會吸入刺激性氣味呢？我回到家仔細檢查了一下家裡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。就在我準備去陽台檢查的時候，突然聞到了一股刺鼻的油漆味，順着窗戶飄了進來。我趕緊跑到臥室窗邊，一看發現301的窗戶開着，男主人正在屋裡刷油漆，而且他們家的窗戶正对着我家的窗戶，油漆味順着風全飄進了我家。我當時就明白了，他們是故意的，他們知道我媽在我家住，就故意刷油漆，用油漆味来惡心我們，報復我，這也太過分了，居然拿我媽的身體健康開玩笑。我媽本來身體就不好，經不起這種刺激，他們居然這麼狠心，我徹底被激怒了。這一次我絕对不會再忍了，一定要讓他們付出代價。我趕緊跑到301門口，用力敲门。男主人打開門，看到我一臉怒氣的樣子，臉上露出了一絲得意的神色，顯然他就是故意的。我指着他大聲罵道：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明知我媽在我家住，還故意刷油漆，用油漆味來惡心我們，你太過分了。要是我媽有什麼事，我跟你沒完。我刷我家的油漆關你屁事，油漆味飄到你家是你自己窗戶沒關，跟我沒關係。有本事你就把窗戶關上啊！我就是故意的，誰讓你之前装反光板整我们？你媽不舒服是她自己身体不好，跟我没關係。他的話像一把刀子扎進了我的心裡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伸手就要去推他，被旁邊的女主人攔住了。女主人拉着我，假惺惺地說：你別生氣，我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剛好要刷油漆，不知道你媽在你家住，我們馬上就把窗戶關上好不好？我看着他們那虛偽的樣子，心裡更加生氣。我氣憤地說：現在關上有什麼用？油漆味已經飄進我家了，我媽已經被刺激到了，你們必須給我道歉，並且賠償我媽的醫藥費和營養費。男主人嗤笑一聲，說我想錢想瘋了，還賠償醫藥費，門都沒有，有本事你就去告我，我不怕。我看着他那囂張的樣子，心裡暗暗發誓，這一次我一定要報警，一定要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，不能再讓他這麼囂張下去了。我拿出手機，當場就撥打了110，跟警察說有人故意刷油漆，排放刺激性氣味，影響我家人的身體健康，還故意挑釁。男主人看到我真的報警了，臉色一下子就變得慘白。他沒想到我這次來真的，他趕緊跟我道歉，求我別報警，說他馬上就停止刷油漆，還會賠償我媽的醫藥費。我沒理他，掛了電話，靜靜地等着警察來。我知道這一次我必須讓他付出代價，不然他永遠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尊重別人。掛了報警電話之後，我就站在301門口，盯着男主人和女主人，不讓他們趁機把油漆藏起來，也不讓他們偷偷溜走。男主人和女主人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不停地跟我道歉，求我撤銷報警。他們說自己再也不敢了，會賠償我媽的醫藥費和營養費，還會把家裡的油漆味處理乾淨，以後再也不招惹我了。我冷笑道：現在知道害怕了，當初你們故意刷油漆，用油漆味刺激我媽的時候，怎麼沒想過今天？現在說什麼都晚了，等警察來了，讓警察來評評理。周圍的鄰居也都圍了過來，對着他們指指點點，說他們太過分了，鄰里之間怎麼能這麼做，還拿老人的身體健康開玩笑，太沒良心了。他們被說得無地自容，頭埋得很低，再也沒有了之前的囂張氣焰，只能不停地跟我道歉，求我原諒他們。大概10幾分鐘之後，警察就來了，一共有2個警察。他們先向我了解了情況，我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跟警察說了一遍，還把手機裡的照片、視頻、監控錄像都拿給警察看。警察又向男主人和女主人了解情況，他們一開始還想狡辯，說他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剛好刷油漆。可在警察的追問下，還有周圍鄰居的作證下，他們終於承認了，他們是故意刷油漆報復我，想用油漆味刺激我和我媽。警察聽了之後，嚴厲批評教育了他們一頓，說他們的行為已經影響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和身體健康，屬於違法行為。如果再繼續這樣，就要依法對他們進行處罰。男主人不停地跟警察道歉，態度非常誠懇。警察同志，我錯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馬上就停止刷油漆，賠償他們的損失，以後再也不招惹鄰居了，求你們別處罰我。還當場拿出錢賠償我媽的醫藥費和營養費，說他馬上就把家裡的油漆味處理乾淨，以後再也不刷油漆，也不再搞任何小動作，不再招惹我了。我看着他那誠懇的樣子，又想到我媽也沒什麼大問題，就跟警察說，只要他們能真心悔改，賠償我媽的損失，把油漆味處理乾淨，以後不再招惹我，我就不追究他們的責任了。警察點了點頭，跟男主人和女主人說，既然鄰居已經原諒他們了，
他們就趕緊整改，把油漆味處理乾淨，賠償鄰居的損失。以後一定要好好和鄰居相處，不能再发生这样的矛盾了，不然下次就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了。他们赶緊點了點頭，說他們知道了，一定會按照警察說的做。警察離開後，301的夫妻倆徹底沒有了之前的蠻橫與囂張，站在我家門口，低着頭滿臉愧疚。男主人率先上前，聲音沙啞：“兄弟，之前是我太自私，太不講理，只顧自己方便，一次次為難你，還故意用油漆味刺激阿姨，我真的錯了，給你和家人賠不是了。”女主人也紅着眼眶連連道歉，說自己當初不該縱容丈夫，更不該顛倒黑白，往後一定好好相處。當天下午，他們便立刻聯繫了專業安裝師傅，頂着烈日趕來拆卸空調外機。夫妻倆全程守在一旁，主動配合調整位置，特意選了遠離我家臥室窗戶、朝向側面牆體的地方重新安裝，還細心清理了安裝留下的灰塵與廢料，生怕再給我家添一點麻煩。安裝完畢後，兩人又提着水果和滋補品上門，再三保證絕不再搞任何小動作，會恪守鄰里分寸。我見他們是真心悔悟，也笑着收下歉意，主動將反光板調整到完全不影響他們生活的角度，只保留基礎隔熱功能。自那以後，兩家人真正做到了井水不犯河水，出門遇見會點頭問好，偶爾代收快遞，照看門口綠植，相處的平和又客氣。對面的空調再也沒有直吹過我家窗戶，夜裡也沒了惱人的噪音，我終於能安安穩穩的休息。這場因空調外機引發的鄰里糾紛，最終以互相體諒收尾。我也明白，鄰里相處從不是一方退讓，而是彼此尊重，唯有將心比心，才能守住平淡安穩的日常。